美国馆这里面就已经排了300-400人吧，这边全部都是美国馆排队的人。大家都是来看世博会的吗？这么早？现在才8点多。看起来应该大家都是来看世博会的。夢島。橱柜在这儿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スマートフォンでこちらに QR コードの読み取り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受け入れの手続き。はい。右手边基本上9点钟的现在人大家都大批的来了，10点钟的有一部分已经在那边排队了，11点真的是有点太早了，也有陆续的有人进来了，大家就只能在这儿席地而坐，等着。现在10点钟，然后11点钟的人在往前移动。10点半，终于可以到入口处排队了。终于到入口了，这边要检查行李。其实它里面的很多的场馆需要预约的，但是我在预约的时候已经发现，所有的都已经没有空位了，就是预约的空位没有。好像说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就只能当天现场排队，看能不能进去。所以等一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其实从这个地图上基本上可以看得清楚，它所有的场馆，绝大多数各国的场馆都是在这个圆环的下面。然后呢，旁边有一些特别的。像日本馆的话，就是在旁边，还有一些这种公司的，比如三菱啊、住友他们自己的场馆。本届世博会的吉祥物。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多眼睛，还是有点吓人。但是秉着来了的精神，大家都在这儿要拍个照、合影、留念一下。这个角度看，其实好像像是一个狮子啊。电视台也出动开始采访了。
这底下其实确实还是蛮凉快的，然后有很多休息的座椅。第一个看到的是爱尔兰馆，这边是马来西亚馆，哇，好长的队伍啊！从里面一直排到外面。马来西亚馆这边用了竹子的设计。1楼这边不用排队，是这还不错哈，有些马来西亚的食物，等一下可以在这吃。这里面是个餐厅，可以尝一些马来西亚的食物，还有特产。这还有马来西亚的榴莲、猫山王。饮食区还挺多的，挺多卖吃的地方。这里是菲律宾馆，也是很多人在排队。这边是秘鲁和约旦，他们这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建筑，就稍微外面装饰了一下，没有特别建自己特色的建筑。我看到中国馆了，在那边啊。中国馆在那边，它这边的厕所有无障碍的，还有这种 all gender 不分性别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特点，我发现就是这个园区内洗手间非常多，非常多，完全不需要排队的那种，不用担心洗手间。左手边的那个绿树后面就有一大片洗手间，然后旁边这边又是洗手间，其实还挺多的。这边的这一片又是餐饮区，有很多家餐厅、饮食店、咖啡店，所以吃饭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，吃东西还是可以买东西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。这应该是为了去暑吧，防止大家中暑，天太热。完全进入仙境了。那就很容易撞到人啊，完全看不见。这些场馆基本上都是要预约的，没有预约的话没办法进。这里是中国馆其实我觉得实景比照片看起来要稍微的漂亮一些，照片看起来有点简陋，真实看起来还是蛮大气的，其实确实挺有中国特色的。虽然不用预约，但是要排挺长时间，估计得1-2个小时，1个小时多吧，我觉得。人真的很多。说实话，之前在照片上看，感觉好像有点粗糙，但其实近看，我觉得质感还是不错的感觉。
这个草字儿啊，近看还是挺明显的修改的痕迹，底色是不太一样的，更深一点。进门还会发一个书签。世博会中国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航天员宋令东，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欣赏一下我们美丽的地球吧。此刻，它正在我的眼前，它比我想象中更加美丽，更加迷人。世博会中国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子柒。竟然还有李子柒。人性以文化为中，在中国馆的匠心革命里，让世界看见千年文明的新生，科技与自然的共舞，让每位驻足的朋友都能在此与心中的桃花源相逢。大阪世博会中国馆的朋友们，我是王继，欢迎大家。几个代表性的名片都出来介绍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创意其实挺好的，但是它的，说实话，它的这个日语的字体啊，有点丑。这个日语的字体没有挑好，我觉得。真感觉它这个日语的字体设计的不是特别好，选的不是特别好。然后它这个展品呢是可以触摸点击的，摁一下它这边就会有。我觉得它这个各处的字体都不太一样，这个字体我就觉得挺好看的，中文和日文都不错，就很合适。这应该是国宝了，司母戊大方鼎啊，小学课本里学的。除了那个可触碰的面板以外，我觉得其他说实话比较普通吧。这个地方的字体又不一样了，这还有一个放映厅。
然后从现场日本人的反应来说，大家好像挺多人都是一直在赞叹说啊很漂亮，很厉害。可能很多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比较熟悉，比较常见。外国人来说，确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文化震撼。孙悟空的人工智能，可以跟孙悟空对话的。拍都拍不出来了，就很少。对，真的。来自月球的土壤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很小的迷你的一个纪念品的商店，还是要突出这个熊猫的主题。日本人真的确非常的喜欢熊猫。买一个冰箱贴做纪念吧，但这个价格很贵，1280块，价格真的是蛮贵的，不便宜。回到马来西亚馆买了一个炒面，味道其实不错，但是这个价格真挺贵的，要1700多。本来想说去完中国馆，吃完饭呢去美国馆看一下，找了半天，美国馆在菲律宾馆的旁边，但是这个排队的人真的要吓死人，我估计要排1个下午都不一定能进得去。这是美国馆，然后排队的人太多，这边路是隔开的，然后路这边又是，这边全部都是美国馆排队的人。这边还有一大片，我感觉这总共加起来得至少1-2千人的队伍。这些都是美国馆排队的人。哇，这根本看不到头啊！这一圈儿，这整个一圈儿全都是，一直到那儿才是。这个真的是要排很长时间。举牌子的地方是美国馆的队尾，这个人真的太多了。我感觉这半个会场都是他们的排队的队伍。美国馆旁边的是法国馆，法国馆也是人很多，也是排了很长的队伍。这个是卡塔尔馆，阿联酋馆。阿联酋馆倒是挺空的，没有什么人排队，直接可以进来。从地上扎根一直到连通到天空的椰子树。阿联酋也有他们自己的航天科技的展示，他们这个倒是挺切合主题的，太阳能电池板，就未来的清洁能源相关的内容。这是加拿大馆。
葡萄牙馆、哥伦比亚馆、瑞士馆、奥地利馆、巴西馆、科威特馆。从电梯还可以上到这个木质圆环的上方，然后它有2层，那边还有更高的一层，可以顺着这圆环，然后走一圈儿，俯瞰下面的展馆。我观察了一下，他们这边基本上做的残疾人通道都非常好，基本上，残疾人都可以去的。如果是坐轮椅的话呢，基本上都可以去得到。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馆，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建成。卢森堡，感觉德国馆建的真的是蛮用心的，而且面积挺大的，不是完全一个单独的展厅。韩国馆，韩国馆怎么建的像一个那种展会的会场一样？阿塞拜疆馆，阿塞拜疆馆倒建的挺有民族特色的。摩纳哥公国，摩纳哥也有一个自己的展馆。土耳其，泰国馆，泰国真的很大，泰国馆相当大。泰国应该是在宣传啊、旅游观光方面还是投入比较大的。西班牙馆，沙特馆也是真的很有民族特色。澳大利亚。印度尼西亚，本届世博会的口号是不排队的世博会，但是一整天都是在排队的世博会，没有办法，人太多了。外国的表演者吧。这一圈可真够大的，很辛苦啊，要走这一圈的话。因为它这边是在一个人工岛上，所以圆环的外侧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海了。我觉得我真的是逛不动了，不是时间上不够，是体力上不行了，真的很辛苦。
这一天我觉得真的不够，要好好逛的话呢，得需要个2、3天的时间，而且最好是预约，但是挺难的，要很早预约才行，否则其实预约不到的。结果世博会成了我这1个礼拜旅行最硬核的一天，走了好多路啊。you